这个故障很少见。它现在是把下边所有的电都断掉了，就是这个总开关没有下来，现在应该是没有负载的情况下，漏电是1195。就是这个检测器，它是能检测漏电电流的，也就是线路如果有漏电，它上面有显示。现在显示漏电1000毫安，而且是拉闸断电之后，它也显示1000毫安。这个仪表它在总线的位置掐了一个零序电流互感器，这个互感器要穿过3根火线一个零线，来监测漏电电流，也叫零序电流。如果有漏电，它就会有显示。首先它这个互感器装的都对，没问题。那也就是说它线路是有漏电的。那这个怎么查呢？这电缆从哪过来的呢？从这儿，在这儿啊。没有压哪个电缆是？这根儿，这一根啊，没有压任何其他缆呢？在这里边哪一根是？你们这么丧，我还得我得看哪一根是。这关键是没有漏电，有漏电保护器啊？对啊，这不是漏保吗？有漏保，你没走零线。啊？有漏保没走零线，没走零线它就没有这个漏保就没用，就相当于是没用的状态。这个总漏保这不是没走零线呀？就是光走3根火线没有零线。对。所以说即使有漏电它也不会跳。找到这根电缆线，用钳表去掐它的剩余电流。1300是吧？对。这什么电器在用电的时候突然就那个漏电电流就上来了呢？就很奇怪，一会儿就又下来了，有点电。1300一会高一会低。就是你们这些电器能哪一路能断吗？就是这些吧，一路一路拉到哪一路那个漏电没了，就那一路的问题。我试了，你把这些全拉下来，它正好漏电。全拉漏电照样有。对，我当时我做了好多测试，拉下来了它也有，你负味也有，负味也有。每一路你都不知道哪一路是哪一路。1.2，现在漏电一会高一会低啊。你有关什么了吗？没有。刚才1.3，这又马上降到了1.7和0.7。哎呀，我看看我录的当时那个视频，行了。这什么电器是一启动？又1多了。整个掐和第一块也是0.9了，0.8、0.7，整个电缆掐也是。拉一下闸吧。拉了还有0.8安的电流。把这边拉了呢，试一下行吗？拉，没事。这个是吗？对。我拉一下这个，这个是还有一会高一会低。对，高。还有，也就是说有些电对着你的零线在漏电，对着你的零线在放电，哪一路？你们现在如果测零线的话，它是不是有整个测，整个掐0.7，你零线呢？这个是零线是吧？怎么样？有个电对你的零线在放电，再从你的零线回来的。从零线回来的，就是别人用了你的零线，你知道是这个意思吧？就是有些电路吧，这个电，它顺着你的零线往回走，这是你零线上的电。零线上的电。零线本身这个零线，比如说这个零线，它光服务这一路，这一路的电从零线回来。结果别的零线从你零线回来的，也就是说，在这些个里边的其中一路有一路用它的零线了，
谁少了0.7安的电流，这个0.7安的电流顺人家零线回来了，它就是。这个不是。这是刚才那一路。这一路是。哎，这是刚才那一路啊，这是0.8啊，0.8。他好好的，叫别人接零线了。这个没有。这是后边那根。还有一根。对，后边还有一根。这路也没有。那是谁呀？看一下主电缆。这个。对。主电缆漏了0.8。哎，也就是说，漏这个电的还不是你这个电缆的，不是你这个柜子的电流。感应电也不是是吧？这个电是这个我安卓就不用管。0.8安的电流，这个0.8安的电流啊，不是这个柜子里漏的电，是别的电顺着它零线回来了。现在测主线 1.2， 测这个零线也 1.2， 1.2安的剩余电流，那和这个零线有关系。现在应该是0安，这个电流不是往外漏，是从外边进来的。这没法找，这怎么找啊？找一下那个1安的电。是不是消防？消防的电用它的零线了？这个在用它的电，这个电，这个是顺它回来的，没有啊，这火线都没电呀。就这一路拆了就没了，这一路这个零线一拆就没了。我把它掐了啊，掐了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。啊，这个是没了。我这去那边，我看啊，掐了以后它都不一定带电。掐了以后啊，这上面都不一定带电，它和别的零线的接混了，那是。接反了。接混了。接混了。啊，再过来去测。它到底是个灯啊，是个什么？一般是个灯。这小了吧？这个主电流那就没了，那这样一掐就没了，这样一掐就没了。这样一掐就没了，这样就可以送上电了。送上电是吧？一直在送上。送电，然后这边线不送。这是无功率。无功率就是没用电。现在无功率就没有电。是功率。室内功率就是说现在实际的用电量。然后开始一路送。这是他们主要用的，给他们送上。现在把所有的电都送上以后，这个零线还是不带电，但是它的零序电流出现了，漏电电流出来了。958也不小啊。还在。这是还在用电还是？958。也是属于是在漏电当中。有一漏电，如果说这个零线和别人接混的话，别人往他这传，他也别往别人那传。现在是我去那边测一下。现在1.3，你一路一路拉那个灯线就行了。一路一路拉灯没了，你给我告你一声。这个还有。这个没了。哪一个？这一路。那乌洞那个？对。
它是隔壁的应急灯。应急灯？对，应急灯。就它，我看这个没有，就这一路，就这一个，就这一个，这一路，这一路和这个零线是一块的吗？应该是接混了吗？应急灯，它如果和别的零线接混了的话，你看应急灯亮不亮吗？现在都行吗？它这个应急灯啊，不是一个应急灯，是1、2、3楼还有其他的应急灯连在了一起。就是这种应急灯，它的线是暗线，现在是通电的状态，是有电的状态。这头把应急电源拉下来，这边应急灯就亮了。原来啊，通过铝配电箱的线发现这是后来走的一路明线，这是应急灯的明线。以前应急灯的电路出现过问题，这后来又拉了一路明线接上了。拆掉这2根线，你看漏电电流 5.7 毫安，这属于正常。这样这个零序电流一直很高的原因就找到了。再把应急电源给它处理一下，这个电路就正常了。我是这么认为的，我画了一个图，简单画了一下。这是应急灯，给它通一个火线，一个零线，应急灯就是通电，正常。就是突然出现了这种现象，在这个地方火线断了，只亮了一部分应急灯，而这些应急灯不亮，怎么办？后来检修的师傅没办法，不好找这个电路，他就从这边连了一个火线 L， 又从这边连了一个零线 N， 对吧？这一个电路和这个电路不是一个配电箱出来的，但它是同一个电源，同一个变压器出来的。这是从另外的配电箱出来的，这是从这边配电箱出来的。而我检修的电路就是这个配电箱出来的。它的零线是共用的，就是说您这一个火线用电，零线往回走，同时也会往这走，一会高一会低不一定，这一个我是这么理解的。所以说即便是掐断这个零线，你光给它通一个火线，这些灯也亮也不影响。所以说这个零线我怎么测它是不带电的。然后这边的零序电流互感器检测它是始终是有电流往外走的，或者是始终是有电流回来的，导致零序电流互感器在这个地方显示是有漏电的。它检测到有多余的电流，它就显示显示漏电。就这种现象不多见，但是我们是经常修到这样的现象。这就是说为什么说零线不能和别的那些线路混接，不然的话漏电保护器是合不上的，有漏电它就合不上。当然这个线不是说从断头这个位置接，如果知道这个地方是断头了，那么它就接起来了。它一般很多都是这么接，就是从省事啊，从这个灯这一块直接接上，然后这个灯也亮，这个灯也亮，对吧？也不影响使用。所以说它电箱的总漏电保护器是用不了的，它拆掉了零线，不然的话老是跳漏保，因为它主线始终是有一个漏电电流。这个漏电电流不是说线破皮了对大地漏电，它是与别人窜了，往别人那里跑，别人往他这里跑，就导致这个漏保用不了。好了，这个故障就分析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